今天来讲一下比特币 ETF。比特币最近涨得挺疯的，从最低点到现在已经翻了好几番了。那最近的话又是一个加速的上涨，已经突破了7万美金的关口，估计要向着10万美金进军了。最近不光是比特币，其他的币种像以太币、Balance BNB 的币种，甚至是一些像狗狗币、柴犬币都涨得非常好。比特币这波上涨的动力主要有2个，第一个呢是4月份的时候吧，挖矿奖励会减半，这个每4年就会有一次，这次的话是在2024年的4月23号。第二个原因是 SEC 在1月份的时候通过了比特币的现货 ETF， 这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更容易的可以投资到比特币中。那我接下来会跟大家主要分析一下这些比特币的 ETF， 并且其中哪个最受市场欢迎。我也会讲一下比特币 ETF 的风险和它的优势，并且它的历史。视频下方有分段，大家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看。视频开始先放一个免责声明，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经验和观点的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大家投资需谨慎。先和大家说一下比特币 ETF 的历史。其实比特币在2009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不要钱的，白送。那然后它慢慢的是在几块几百慢慢的上涨，然后涨了几年之后呢，在2013年的时候它涨到了1000美金。这个时候投资者就发觉这个好像是可以赚钱的，虽然是比较投机。那这个时候呢，第一家叫文克莱奥斯的公司提交了第一份的现货比特币的申请 ETF 的申请，但是当然这个是没有被通过的。那在这之后呢，又有非常多的机构向 SEC 提交申请，那 SEC 当然全部都反对了。但是呢，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勉勉强强的通过了期货比特币的 ETF 的申请。在这之后的10年，又有大量的公司提交现货比特币的 ETF 的申请，当然也有期货的。SEC 大部分全部都是否决了，只留下几家吧，就是期货相关的或者混合型的 ETF。 那很多公司的话就非常着急嘛，甚至把 SEC 都告上了法院。但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去年2023年6月的时候，全球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是贝莱德集团，他向 SEC 提交了现货比特币产品的申请，这个就意味着大钱要进场了。随着贝莱德提交申请之后，另外几家大型的资金管理公司，比如说我常用的是 Fidelity 富达，还有富兰克林，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同时都提交了现货比特币的申请，包括木头姐的 ARK 也同样提交申请。这些金融机构公司提交申请之后啊， SEC 就马上态度180度的转变，从10几年的不合作、不愿意、反对，到了现在加急处理。半年之后 SEC 就批准了现货比特币。今年2024年1月的时候，它发行了11家的现货比特币的 ETF。 那这之后呢，我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这些比特币的 ETF， 在这些当中哪个会比较好一些，大家值得投资。话说为什么这么多金融机构那么想发行比特币现货 ETF， 经历了10几年还热情不减？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比特币的现货 ETF。 首先呢，它是一个 ETF， 它通过授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购买比特币和一些其他的代币，买了之后就被存在数字钱包当中。通常呢，这个会用一些安全措施，包括冷储存或者是离线储存，来减少黑客的攻击。然后这个 ETF 就会发行和它持有数量比特币相对应的股票，这些股票就可以在传统的证券交易所来交易了，这样我们买起来就方便很多，不用去搞一个加密钱包，也不用担心账户被黑。 ETF 的股票价格尽可能密切的追踪比特币的价格，当然其中还是会有一些误差，如果误差过大的时候呢，他们会通过买卖一些代币来达到重新平衡的一个目的。发行这些 ETF 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之前你如果购买比特币或者其他代币，需要一串密钥来登录账户，然后转账买卖的时候呢，收款地址写错了，
钱就没了；传送通道如果你选错了，钱又没有了；账户被黑，钱没了；交易所被黑，钱又没有了；还有钱取不出来、账户冻结、杀猪盘等等事件，就非常的精彩。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券商这边购买这些 ETF， 大大方便了大家的操作。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流动性增加了。大的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加入了之后呢，这个盘子就变大了，然后普通人的话买卖更方便了之后，它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其实也进一步推动它价格的上涨。还有个好处就是监管比较严格一点了。那之前的比特币这些交易绝对是一片荒蛮之地，你只要有一个密钥登录你的账户，不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转给谁都没有人知道，除了黑客有的时候可能会光顾你的账户。那些洗钱啊、黑色交易、贿赂等等，很多都是通过代币来进行的。那现在呢，慢慢的有了一些监管，在美国吧，至少我知道，你如果要买比特币或者一些代币的话呢，你需要到政府监管的交易所来进行，也需要你的身份进行验证。那之后呢，你如果购买那些金融机构发行的 ETF， 这些金融机构也是要受到 SEC 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的监管。那对我们投资人来说，安全性就大大增加了。我知道俄乌战争，有些人需要经过封锁线的时候呢，给蛇头的费用就是通过比特币进行付款。最后一个不能说好处，这个好处是对政府而言的，就是他们要收我们的税收了。监管增加了之后，你只能在政府指定的交易所交易。那以前的话，你不管赚多少钱，你几分钱买的一个代币，那涨到了几百美金，这中间你赚个几百万、几千万，你都不需要付税的。现在的话，在美国境内，你购买的这些比特币的交易，你都需要按照短期利得税和长期利得税，然后向 IRS 进行报税。所以说，这个就是对政府的好处，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大大的坏处。然后说一下它的缺点和风险。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很讨厌的税收。然后呢，就是它的波动性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它涨起来非常猛，但跌起来也是挺狠的。2021年的时候吧，它最高到了65000左右，那之后下跌的时候呢，它最低跌到了16000。最近它也有一个小的波动，最近一年的话，虽然说整体是上升的，但是它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回撤。比特币之前是突破新高64000的时候呢，最多到了69000，然后有一个10%的回撤，这个看上去是不多，但是你知道玩比特币的大多数胆子都挺大的，好多人都喜欢架杠杆，所以说那次基本上好像是有30万人爆仓。比特币的上下波动呢，使得它的 ETF 也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它的监管还不算完善。不要看比特币2009年就出现了，它相对应的一些金融产品出现也有10几20年了，但是相对于那些几十甚至上百年的金融产品，它还只是一个小朋友。与之相关的安全性就是数字钱包呢，还是会有被盗的可能性。又因为数字币的一个特性，你一旦被盗，几经转手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被找回来。那投资者在里面钱几乎就全部打水漂了。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 ETF 的跟踪误差，这个也可以说是损耗，因为比特币之间的买卖然后交易，它的费用就是挺高的。那加上这些费用了之后呢，你 ETF 需要来追踪比特币的价格，之间的差值就会比较大了。那这中间的产生的费用啊等等，就需要投资者们来承担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新发行的11家比特币 ETF， 这里面呢 DEFI 它是期货比特币 ETF， 它的管理费用是 0.9%。 那期货比特币 ETF 和现货比特币 ETF 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期货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间接的通过比特币的期货合约然后来发行的一个 ETF。 那对比现货的话比较不太透明，然后它的费用呢也会高一点，损耗更大。所以说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现货会更好的一个选择。那这里面的话，除了 DEFI， 其他都是现货。那我们先看里面比较出名的、历史比较久的是这只 GBTC。
GBTC 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 ETF，目前价格是61.9美元。之所以它现在是最大的一只比特币 ETF 呢，是因为它的历史够久，它基本上就见证了比特币从开始的草台班子到现在逐渐的规模化的一个历史进程。GBTC 呢是灰度比特币信托基金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到现在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在17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提交了希望成为现货比特币 ETF， 当然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理他的。但是在同一年，他的资金管理规模超过了10亿美元。那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1枚比特币的价格在5万美金以上了，那他就持有超过50万的比特币，他的资金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在2021年的时候，第一个期货比特币出现了。这个时候呢，他又重新提交了申请，希望成为现货比特币的 ETF。当然 SEC 还是拒绝他了，理由还是安全啊、监管等等问题。但这个时候他就不干了，他就直接向法院提交了诉讼，说 SEC 你不能以这个理由拒绝他。具体他们之间的拉扯不是很清楚，但是呢，结果还是不错的。在2023年的时候，法院撤销了 SEC 的命令。那在今年2024年1月的时候呢，他和其他的10只 ETF 一起公开发行上市，他就从原来的信托基金变成了现在的现货比特币的 ETF。从图形上可以看到，在2020年那波行情中呢，它涨了有1000%多，差不多是翻了10倍了。那在这次的这波行情当中，其实这个目前的趋势还是向上的，那它涨了也有700%多，翻了7倍。虽然说在每一波的比特币行情中，它的涨幅都挺不错的，但是呢，它不是目前就是市面上最受欢迎的 ETF， 其实原因也挺简单的，就是因为它的费用目前是1.5%，那还是在2024年之后，在这之前它的费用是2%。其实如果之前它作为一个基金，不管是2%的费用还是1.5%的费用，都还算合理。但是呢，它目前作为一个现货 ETF， 在其他的 ETF 的费用都是0.2%、0.25%的情况下，它这个1.5%的费用就太高了，这也是目前它不是那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刚才说到 GBTC 的费用比较高，1.5%，那我们来看两个费用比较低的 ETF， 一个是0.19%，另外一个费用是0.2%。但是大家看，费用最低的这只 ETF， 它的资金规模并不是特别大，应该说比较小。那大家在选 ETF 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费用越低越好，同时呢，也会看它背后的基金管理公司。富兰克林虽然是一个比较老牌的基金管理公司，但是呢，它还不够出名。那我们来看两家基金公司比较出名的，一个是 ARK 木头姐的基金公司发行的 ARKB， 它目前的资金规模呢是2.6个 billion。Fidelity 富达的话，它目前的资金规模是8.5个 billion。看见没有？虽然说富达的费用更高一点，但是因为它基金公司本身更加有名，或者说它的服务涉及范围网络更广，那它的资金规模就更多。很多人是通过Fidelity 就是富达，在它的退休账户也好，或者说是自己的券商账户也好，来购买比特币 ETF 的。给大家看一下全球排名前10的基金管理公司。那这个数据呢，我是取自2023年3月31日的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面的数据，最新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所以说只能用去年的数据了。那以这个数据来看呢，其实排名第一的是贝莱德 BlackRock 公司，它的资金规模有9点多万亿，是万亿啊。然后之后就是 Vanguard 先锋，然后它的资金规模是7万亿。那之后接下来就是 Fidelity 富达，这些都是美国的管理公司。再下面就是瑞银了。那瑞银的话 USB 是去年的时候把瑞信给收购了，所以说它是目前在欧洲最大的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再之后几个又都是美国的管理公司，说明美国搞金融还是不错的。分别是 State Street 道富环球、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和高盛。那之后就是一家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还有一家德国的安联。所以大家不管是买基金类产品，或者说是 ETF 的产品，你可以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就挑大公司买，比较不太容易出错。
那排名第一的基金公司贝莱德呢，这次也发行了 ETF 是 IBIT， 费用还是中规中矩的 0.25%。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它资金流入速度非常快，它7周的时间就流入100亿美金的资金。上一个这么快的还是黄金的 ETF， 在2004年的时候吧。但是那个 GLD 就是黄金 ETF 也花了2年的时间才到达了100亿的规模，这个只花了7周的时间，可想而知市场是多么的热情了。我把这些 ETF 呢按照资金规模排了个队，第一名当然是 GBTC， 毕竟它成立20年了。但是呢，在同样时间发行的这些 ETF 当中，排名第一的是 IBIT， 是贝莱德发行的，之后就是富达发行的 FBTC。目前看来，在费用相似的情况下呢，大家还是更偏向于大的公司，毕竟比特币是用到数字钱包的，万一钱包被黑了，大公司比较赔得起。那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比特币 ETF 呢，就是 IBIT 了。它从发行到现在，当然经过一个回撤，但从低点到现在也已经翻倍了，上涨100%。但是比特币的 ETF 呢，是风险非常高的一个投资，它和比特币的相关性非常高。它比特币现在已经到7万了，当然它可以再涨30%或者50%到个10万，但是它一旦开始下跌的时候，也可以让你的资金一下子去掉90%。所以说比特币也好，比特币的 ETF 也好，这只能算作是另类投资，它不适合长持或者是定投。虽然比特币的 ETF 它是一个 ETF，风险比比特币小，但是只适合短期的操作，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